作为一个女孩，我希望每天把时间用在打扮自己上，而不是弓着背在家扫地，整日和灰尘作伴。我希望可以有时间去逛街，而不是被牵绊在柴米油盐中无法摆脱。我希望的是能够有时间和姐妹一块出去玩，而不是一下班就得回家做饭，整日和油烟作伴。才22岁，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我想要的样子，但是如果我还继续跟我男朋友走下去的话，他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我现在无法忍受，我只想跟他分手，希望他不要再缠着我了。我不知道看这个短片的时候，大家对这一对的矛盾有怎样的解读？似乎你会马上有一个第一的直觉反应，认为这个女生好像对平淡的日子不肯接受，但是这个背后却藏着一个小秘密。这个秘密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苗26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名职员；女嘉宾小青22岁，同样来自山西，也是一名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交往多久了？我们两个交往9个多月了。感情好吗？我俩感情一直都挺好的。既然感情很好，为什么要分手呢？我俩特别的相爱。那为什么要分手呢？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一直在骗我，一直在骗我。我并不是想骗你，他有一个6岁的女儿，他竟然没有告诉过我，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我并不是想要欺骗你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跟你说这件事情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故意要骗我的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是吧？然后他就老找借口回家。我们本来就只有周6日的时候可以见面，他就老找借口回家。今天说是他妈生病了，明天又说是他爸哪不舒服了，反正他是总都能找到借口。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提出来，那我跟你一起回去呗，他还不答应。你说你为什么答应呀？你不是心里有鬼吗你？不是我心里有鬼，我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咱们在一起没有多长时间，而且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跟我父母说。有一次他就从老家给我带回来个小姑娘，他还骗我说是他堂姐家女儿，然后说他堂姐去外地了，然后小孩没人看，只好让他爸妈给看着。结果他妈给生病了，他爸给住医院了，然后就让他给看着那个小孩。然后带上来的时候我还挺喜欢那小孩的，明明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他还骗我说是他堂姐家女儿。你就是一开始就在骗我。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这件事情，当时我挺纠结的。后来我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我女儿现在不叫我爸爸，叫我伯伯的嘛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你先带你女儿上太原，先跟你女朋友联络一下感情，行，过一段时间再那啥。他倒是他那个女儿长得也挺乖巧，长得也挺可爱的，我也特别喜欢她。当天带上来的时候，我还带她去商场买了几件衣服，而且我还带她去公园。我那会儿就相信那是她堂姐家女儿，我特别的喜欢她，她女儿也特别喜欢我。可是我没有想到那是她自己亲生女儿。然后有一次，我带她女儿一起出去玩，路过一家照相馆的时候，她女儿突然看见里面的全家福就哭了起来。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呀？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嘲笑她是没有妈妈的孩子。我当时挺纳闷的，她不是堂姐家女儿，怎么会没有妈妈呢？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问她，她还支支吾吾的不肯告诉我。在我的逼问下，没办法了，她才跟我说那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就是打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但是我不是想骗你那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找不到理由。你就是要骗我的。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你就要相信我的全部。你爱我，你爱能当饭吃吗？爱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？我能插句嘴吗，姑娘？可以。平静一些好吗？先平静下来。资料上面说你只有26。对。你的女儿已经6岁了。是的。那你大概19岁的时候就结婚了？当时没有够年龄，所以年龄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举行婚礼的前一天，我骑摩托去买东西去了，然后跟一辆摩托车撞了，车祸。对，然后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，住院有半年多，期间我前女朋友就没有来看过我2次，当时我就觉得不对，然后我就问我妈，我妈说是她要养胎，要生孩子，所以就没有来看我。
然后等我出院之后，我就发现他跟别人走了，孩子也给我留下。那你这个车祸之后，整个的这段期间，至少有4、5个月，等于前女友都没来看过你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等于你出院之后，你接到的第一个礼物是女朋友把女儿给你送来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然后是他跟你的分手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你跟孩子的感情好吗？还可以吧，我每周总要回去看。啊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通过我朋友，也就是他弟弟。啊，那他弟弟知不知道你有一个女儿？他弟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因为我来太原打工的时候，我没有跟太原的朋友说过我的情况。好，女生现在不能接受的是说，在交往的9个月期间，男生没有告诉你他有一个女儿，对吧？对。而有女儿这个事实是你自己发现的。对。他女儿可爱吗？挺可爱的。我们这儿有他女儿和他们的这个合影，我们先来看看，这是跟你哈？是的。啊，好可爱的孩子哈。这女生是你？对。那是我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我还当她是堂姐家女儿的时候。哦，下面有2个问题是你需要面对的，就是当你们交往之初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个单身父亲，你愿意跟他继续交往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，现在其实你也说到你们2个人感情也很好，对吧？你也很喜欢那个女孩。嗯。那现在是什么阻碍你们在一起呢？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因为我俩现在经济条件也不算太好，然后还租了一个小房子，他又有一个女儿，每个月挣的那点钱他都拿回去养他女儿了。就是觉得在经济条件上面会有压力。对。还有别的吗？就是我不知道我以后要不要跟他生自己的小孩。哦，在你的人生规划里，你是要做妈妈的吧？那肯定的。哦，所以这样一个小女生的出现，打破了你整个人生的规划，对吗？对。所以你是迷茫了。就这个问题你怎么想呢？你们要如果结婚了哈，女生不分手，还在一起，还要自己的孩子吗？肯定要的。我相信以后通过我的努力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的。可是就算生下来了，我们拿什么养活他？2个小孩的负担能承受得起吗？我知道现在承受不起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肯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了，把我当一个傻子一样骗了我那么久，而且别人在逛街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在家给他带孩子；别人在吃大餐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在家给他做饭。你是指给谁做饭？给他家小孩。哦，好。为什么不跟人家分手呢？既然对方已经提出来了，你又欺骗了对方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错误，他可以有选择他生活的权利，对吧？毕竟只有22岁，马上让他当一个其他女生的监护人，好像还挺难。我并不是要有意欺骗他的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，而且我骗他就只有这一次。对方就要跟你分手，为什么不分？因为我还爱着他，我不想放弃这段感情。你的前女友来看过自己的孩子吗？没有。一直是谁带着？一直是我妈带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也没带这孩子，是吧？是我每个星期回去看。好吧，那么现在很简单，在女儿和这个现在女朋友之间，请你做一个选择，你是要女儿还是要她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女生很难受啊，前面都是愤怒，现在变成难受了。这个不知道你是为什么难受呢？他这个回答怎么会让你哭呢？啊？我觉得他会选我。你没想到他用了个不知道是吧？好了，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这事儿蛮纠结的，纠结在于2个人都想往近走一步，而男孩呢，其实也是爱这个女孩的，但是有一个女儿。男孩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爱自己的女儿吗？爱。你足够爱吗？不够。好回答，这个回答证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刚才赵圈其实在问了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，很难抉择，你到底爱你女儿还是爱这个女人，或者是二者选一，你用的是不知道。幸亏你没说我选择这个女孩，否则你的良心真的没有了。
一定要让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你真是很难割舍。你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在你自知不足够爱自己的女儿的时候，你有什么精力或者能力再去爱一个别人？你有吗？我现在没有，我相信我以后肯定会。但可是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却迈出了一步，并且隐瞒了自己有女儿这个事实。你没有在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的时候，你怎么能轻易的再去迈出另外一步呢？错一开始就在你。给女儿最大的爱就是能陪伴她在她的身边，不是让她管你叫伯伯，是让她管你叫父亲。你这一点都没有做到，你凭什么再去爱上其他的女人呢？当你有了自己一个能力，是说当父亲的能力的时候，那会儿你再去谈恋爱，你一定不会隐瞒。正是因为你错了第一步，才会导致错了第二步，以至于你爱的这个女人觉得受到了欺骗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，拿出自己有限的精力和能力，先去爱好一个人，她是你的女儿，把她接回来，告诉她你是她的父亲，不要再让她管你叫伯伯了，听得让人心寒。你的女儿也罢，这个女孩也罢，都没有得到你应该有的爱。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，你现在先第一步做好父亲，然后再去迈出第二步，好吗？其实我刚才听着挺心酸的，特别是说到他女儿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每个人对爱情接受的底线不一样。这位姑娘她的底线就是不能接受欺骗。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你之前的女朋友离开你导致你不自信，还是因为你有这个女儿导致你不自信，你做了欺骗别人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在真正爱你的人面前，女儿并不能成为你的障碍。你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，但是请不要让你女儿受到伤害。就算你以后分了手，还是会找到你爱的人，但是你女儿跟你是血脉亲情，你们是一辈子是割舍不了的。请你在追求爱情的同时，担起做父亲的责任。姑娘，我也问你，到底是他骗了你，你不能接受，还是因为你不想当后妈这事儿导致你必须跟他分手？两者都有吧。哪个占更主要的原因？他骗了我占。如果这个理由占大多数的话，那么我更不愿意看到你们俩分手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如果你真能接受这个女孩，如果除了这件事她欺骗了你之外，你们确实彼此相爱，她有没有什么劣迹，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，或者让你觉得是一个可托付的男人的话，那么我倒建议你们试一试。曲伟的意见和马丁的意见并不矛盾，从根本上来说确实造成了欺骗，但是他有一种方式让人不可接受，就是他选择让孩子先接触你，等你们之间有了感情，再让你不得已而接受，这一点不可以接受。这是利用了你的同情，利用了你的情感，这一点也许他所有做的过程当中最龌龊的一点。故事上说你是生活在一个再婚家庭，是的。你父母离异，你跟着母亲是吗？对。母亲再嫁，是吗？对。你叫那个男人叫什么？叔叔。叔叔，也是拜拜的意思，对吧？你叫拜拜的时候心里舒不舒服？第一次叫的时候别扭吗？别扭。你作为一个20多岁的成年女性，叫一个自己家庭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个男性，也就是自己母亲的再一个配偶，叫拜拜或者叔叔，你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是你可曾想过，一个6岁的女孩见了自己亲生父亲不敢叫，要叫拜拜，她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？所以说，其实你的选择离开或者留下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但是你有一点不应该，你不应该把他和你放到天平的两端，让他去选择。虽然你说我没有这样去做，但事实在生活当中你就是这样去做了。甚至刚才赵川问他说他女儿和你选哪个的时候，你突然冒出了一句话说，我不相信你不会选我。
你在说这句话的同时，可曾感受到那个6岁女孩的感受？所以说，你有你选择的权利，你选择留下，我们可能会赞美你；你选择离开，那是你十足的权利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但你万万不该把一个6岁的女孩和你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让她去选择。你把女孩置于何地？你要是心疼她，你要觉得可以接受，你就留下来好好的疼她。如果你不可以，但是你也带着同情心离开，这是我的建议。谢谢。至于男生，一个男生年轻时期犯下的错，我们不应该去百般的指责。但是既然犯了错，错误总要有人承担，那谁来承担？那只能你来承担。我对你始终是抱有一点点愤慨，这一点点愤慨就是，你把女儿非但没有当成你的骄傲，当成了你的羞耻，这点是我不可以接受的。当你把女生带到她的面前，把你的女儿带到她面前，让女儿在她面前还要叫你叫伯伯的时候，当你不敢告诉她的时候，我认为你已经把你女儿成为你寻找幸福道路上的一个累赘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不能理解你用别人的同情来接受你曾经犯下的错误。两个年轻人在没有懂事的时候犯下的一个错误，其结果需要数个人来承担，包括你的父母、你前女友，甚至是将来有可能跟你进入婚姻殿堂的另外一个女性。没有办法，这就是现实。但是我遗憾的是，你既然犯了错，并没有从错误当中成长，学会承担。别人可以同情，但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。但你却利用这样的方式强迫让别人接受，对女儿不公平，对别人同样不公平。女生主要是那句话，如果你选择留下，就好好的疼她的女儿，试着与她交往。没说你们现在一定要结婚，因为经过你的家庭境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你也特别想要有一个家，因为你本来就经历在离异的家庭，你内心也藏着别扭，所以你需要一个100%的属于自己的家。但谁让你爱上了他呢？他也想要有一个跟大家普通的年轻人一样的幸福生活，好好的谈恋爱，好好的结婚，好好的生孩子。但问题是你自己偷吃了禁果，没办法。所以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你们可以自由自愿的选择，但切记2点：第一，别委屈了孩子；第二，别强迫别人。就这样。谢谢。对，别人可以那样去看你，你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有一个女儿是你的福气，不是你的耻辱。你的耻辱是你没有好好的去对待她，你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你不敢承认她的存在，那是你的耻辱。女儿不是你的耻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女生既然选择了要离开你，那只能证明一件事情：你们相爱的力量还不足以克服现在的困难。你明智的做法，女生我们不管她，女生我倒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，就是22岁，确实你还有很多生活要去体验。所以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无可厚非。而男生，我觉得对你来说，大概你只有一个决定是对的。他说要离开的时候，你让他走，你要放他自由，你要给他爱，也许这样他才有可能再回来，把自己过去的生活、未来的生活好好梳理一下，重新开始，勇敢的去面对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做了那么多，我感觉做错了很多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不管你是离开还是留下。我会把女儿接到太原，我会照顾女儿。还在摇摆不定，我想我还不懂什么。好，时间到，两位请回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看到了这么一段恋情哈，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的话题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女生的选择是什么吧。5、
4、3、2、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着你，何必用心有你，快有了意，就是爱着你，是你呀。女生啊，想好了，反正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，要磨合很多啊。其实这个结局我挺替他高兴的。我也说句实在话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我由衷的替你们俩感到高兴。虽然你们的将来是怎样，我还不能预测，但是我也由衷的替你们感到高兴。你看，同样是一个对于孩子的选择。